2025年已经过半，为什么大多数人仍在为金钱焦虑，而少数人却能悄悄地累积财富？他们的秘诀是什么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世界上90%的百万富翁都不是靠一夜暴富，而是靠那些无聊到爆的日常习惯变富的。把这句话听进去，它很可能就是你这辈子听过最贵的一句话。接下来，我要跟你分享吉姆·罗恩的故事。这位美国无数成功人士都视为人生导师的传奇人物，他亲自实践，也帮助无数人翻身成功的7个致富习惯。只要你愿意像刷牙一样去执行，5年后、10年后，你的银行账户会自己长出7位数、8位数，甚至更多。这不是运气，不是天才，而是无聊到爆的纪律。罗恩25岁那年，在百货当仓管员，每周薪水只有57美元，甚至欠了债。他站在镜子前问自己，我怎么会混成这样？那时候他已经结婚，有了家庭，却连账单都付不起，银行户头空空如也。曾经他口袋里剩下10块钱，结果还把钱弄丢了。朋友安慰他说，也许捡到的人更需要那笔钱。但罗恩心想，其实那个更需要的人就是我。那时候的罗恩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担心钱的问题，他会计算还有几天发薪水，银行账户还剩多少钱，这个月的账单要怎么付。他开始对自己说谎，告诉自己只要再努力一点就会改变。但其实他心里很清楚，如果不改变什么，5年后他还是会站在同一个地方，过着同样贫困的生活。1955年的一个晚上，朋友邀请他去参加一场演讲。罗恩走进会场坐下，他不知道该期待什么，但他保持开放的心态，专注聆听。当这位讲者开始分享时，罗恩的眼睛被打开了。他看见一个从未想象过的世界，一个你真的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，拥有任何你想拥有东西的世界。罗恩后来回忆说，直到今天，我都无法告诉你他到底说了什么，我只知道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成为像他那样的人。那天晚上站在会场后方，罗恩有了一个想法，如果我能想办法接近这个演讲人，也许我就能学到财富与快乐的秘密。于是他鼓起勇气走向对方，加入了他的公司，成为营养品经销商。导师对他说，如果你想要变得富有和快乐，就要学会在自己身上下功夫，这比在工作上下的功夫更多。这句话彻底改变了罗恩的思维方式。从那天起，罗恩用了一辈子去回答这个问题，也用了一辈子去教别人这个答案。他说，你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远比你得到什么更重要。在工作上，该问的不是我得到了什么，而是我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会直接影响你得到什么。想想看，你今天拥有的大部分东西，都是因为你成为了现在这样的人才吸引而来的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罗恩用一辈子实践并证明有效的7个致富习惯。第一个习惯，先付钱给自己，而且永远排在第1顺位。罗恩说过，大多数人剩下的钱才存，但富人是先存，剩下的才花。这听起来像是文字游戏，但这个顺序的差异造就了20年后一个人叫穷人，另一个人叫富人的结果。他自己实行的是70-10-10法则，收入进来先拿10%强迫储蓄，10%长期投资，10%教育基金，剩下的70%才生活。他25岁开始做这件事，到31岁时已经是百万富翁。想象一下，6年的时间，从一个口袋里只剩10块钱的仓库管理员，变成一个拥有100万资产的成功人士。这不是因为他中了乐透，不是因为他继承了遗产，而是因为他坚持这个简单到无聊的习惯。很多人说我薪水太少，存不了。罗恩会笑着回你，你不是薪水太少，你是优先顺序错了。他甚至说，如果你的财务状况真的很糟糕，无法从70-10-10开始，那就从97-1-1-1开始。重点不是百分比，重点是你开始了先付钱给自己的心态。这创造了一个目标，一个计划，以及随后的行动。你无法光靠想象就把钱存下来，你需要一个具体的计划。从今天起设定自动扣款，薪水一进账，10%到20%直接飞到另一个银行，另一个投资账户。这是对未来自己的承诺。如果你现在牺牲，未来你会拥有更多。10年后你再去看那个账户，复利会让你跪下来感谢25岁的自己。第二个习惯，把人生目标从增加工资改成增加被动收入来源。罗恩说，工资让你活下去，利润让你致富。他最喜欢问学生，你有几个水龙头，在你不工作的时候也在为你赚钱。他自己后来有7条被动收入：演讲版税、书籍版税、房地产租金、股票股息、学员分红、影音课程、
加盟事业，但它不是一开始就有7条，它是一条一条慢慢建立起来的。你不需要一次做到7条，从今天开始问自己，这个月我做了什么，让钱在我不工作时也为我工作，哪怕只是把旧笔记整理成电子书上架，买第一张佩西 ETF， 租出车库的一个车位，在网络上开设一个小课程，甚至是把你的专业知识做成咨询服务，都算开始。重点是你开始思考如何让钱为你工作，而不是永远用时间换钱。罗恩说，1条被动收入让你财务安全，3条让你财务自由，7条让你财务丰裕。你现在有几条？如果答案是0，那么从今天开始建立第1条；如果答案是1条，那么开始思考第2条。财富自由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它只是你一条一条建立被动收入的结果。第3个习惯，把学习当作终身缴学费，而不是消费。罗恩最有名的一句话，正是教育让你谋生，自学让你致富。他每个月固定拿收入的10%投资在自己的大脑上，他会去买书，非去听研讨会。如果你觉得这些教育很贵，请试试无知的代价，想想看，不知道如何投资的代价是什么？可能是你错过了过去10年股市的涨幅。不知道如何经营人际关系的代价是什么？可能是你失去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。不知道如何管理时间的代价是什么？可能是你浪费了生命中最宝贵的10年。罗恩在加拿大有家合作公司需要借25万美元，银行说只要罗恩先生愿意亲自签名担保，就贷款给公司。罗恩想当英雄，也相信公司能还钱，所以他签了担保，结果公司却倒闭了。罗恩必须承担全部债务。他说这堂课让他学会，在任何重大决定前，必须先问自己3个问题：这个决定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我能不能承受？以及有没有更安全的做法？这个教训让他明白，投资自己的教育不只是学习赚钱的方法，更要学会保护财富的智慧。如果他当时懂得基本的财务知识，懂得风险管理，他就不会签下那份担保书。这堂课花了他25万美元。但他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值得的学费，因为之后他再也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。想想看，一本书可能只要500元，但里面的一个观念可能为你赚进50万；一堂课可能要1万元，但学到的技能可能为你赚进100万。这是世界上回报率最高的投资。第4个习惯，每天写财富日志。罗恩每天睡前一定花3分钟写日记，但他不写今天吃了什么，他只写3件事：今天我赚了多少？今天我存货投资了多少？今天我学到了什么能让我未来赚更多？你不去追踪财富，财富就不会来找你。当你每天记录这3个问题时，你的大脑会开始专注在财富上，你会开始注意到赚钱的机会，你会开始思考如何存更多钱，你会开始学习能让你赚更多钱的知识。你的注意力在哪里，你的成果就在哪里。5年后，你翻开这本日志，会看到你的财富曲线像坐火箭一样往上，因为你每天都在跟昨天的自己比赛。你会看到第1年你每个月只能存5000元，第2年变成8000元，第3年变成1万5，第4年变成3万。你会看到你的被动收入从0变成每个月5000，再变成每个月2万。这些数字不是凭空出现的，它们是你每天3分钟专注的结果。从今晚开始，拿一支笔、一本笔记本写下这几行字，90秒就够，却会改变你一辈子。即使今天你赚的钱是0，存的钱是0，学到的东西感觉也很少，也要写下来，因为明天你就会比今天做得更好一点。第5个习惯，把圈子当成你最大的资产。罗恩说，你是跟你相处最多的5个人的平均值。他25岁时身边5个人平均月薪不到200美元，所以他也差不多。但他刻意去接近年收入100万的人，5年后他自己也变成100万富翁。你每天听到的对话会影响你的思维，你身边的人每天在想什么，你也会开始想什么。如果你身边的人每天抱怨薪水太少，你也会开始抱怨。如果你身边的人每天在学习成长，你也会被激励去学习。从今天起，删除或减少跟穷人思维的人相处，而是花钱花时间去接近比你有钱、比你更有纪律的人。参加研讨会，加入付费社群，请成功的人喝咖啡，这些钱花的比任何股票报酬率都高。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要去接近那样的人。第6个习惯，把失败重新定义为学费，而且永远不重复缴同一笔学费。罗恩31岁成为100万富翁，但33岁时破产。1960年，他任职副总裁的公司破产，他的资产从230万美元瞬间归零。很多人到这里就放弃了，会觉得自己不适合做生意，会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平，会觉得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但罗恩没有，他并没有失去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能。他租了一间公寓，重新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事业。他问自己，这次失败教会我什么？他列出了所有的教训，然后发誓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后来他又变回了百万富翁，而且这次他保住了财富，因为他已经交过那笔学费了。他投资房地产曾经赔过钱，做直销曾经被拒绝几千人，但他每次赔钱都问自己，这堂课教会我什么？然后把教训写下来，下次绝不重复。富人不是不犯错，他们只是把错误变成最昂贵的学费，然后用这笔学费去赚更多钱。穷人犯错后只会抱怨，只会责怪别人，只会说我运气不好，然后继续犯同样的错误。富人犯错后会反省，会记录，会确保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这就是差别。下次你投资赔钱、创业失败，不要哭，拿出一张纸写下这堂课值多少钱，我学到了什么，然后永远不要再缴一次同样的学费。请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接下来的第7个习惯是罗恩一辈子最强调的核心，把目标从赚更多钱改成为更有价值的人。他说，你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远比你的到什么更重要。如果你想赚更多钱，最快的方法就是成为一个更值得背负更多钱的人。假设你现在月薪5万，你想要月薪10万，大多数人会想，我要怎么跟老板谈加薪，或者我要跳槽到薪水更高的公司。但罗恩会问你，你有没有10万月薪的价值？你的技能、你的知识、工作效率跟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值不值10万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即使你现在拿到10万月薪，你也很难保住它。但如果你先让自己变成一个值10万月薪的人，钱会自动来找你，老板会主动帮你加薪，因为他怕失去你；猎人头公司会主动找你，因为你有价值；客户会愿意付更高的价钱，因为你提供的服务值得。每天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今天解决了谁的什么问题？我今天提供了别人什么价值？我今天让自己变得更专业、更可靠、更值得信赖了吗？如果你每天都能回答这3个问题，1年后你会发现，你已经不是1年前的那个人了。你的市场价值会大幅提升，钱会自然而然的增加。当你专注成为一个能解决大问题的人，钱会自动追着你跑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会为解决问题的人付费。你能解决的问题越大，你能帮助的人越多，你能赚到的钱就越多。这是永恒不变的定律。一位朋友邀请罗恩到福伦社分享他白手起家成功致富的故事，演讲大受欢迎。他开始不断接到邀请，更棒的是人们开始付钱请他分享。罗恩当时33岁，各地的邀请如雪片般飞来。一开始他在大学和高中演讲，后来到各种服务社团。1963年，他在比佛利山庄酒店举办了第一场公开研讨会之后，便开始在全国巡讲。罗恩自己都没想到，当初只是想分享自己的故事，竟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人生篇章。这个事业后来成为他最蓬勃发展的事业之一，带他走遍世界各地。想想看，如果罗恩没有先把自己变成一个有故事可说的人，如果他没有真正从贫穷变成富有，如果他没有真正经历过失败又重新站起来，他能够站在台上分享吗？不能。正是因为他先成为了一个有价值的人，机会才会找上他。罗恩一生举办了超过6000场研讨会，影响了超过400万人的生命。他的演讲录音带和书籍被翻译成多国语言，在全世界流传。这一切的起点就是他决定先投资自己，先让自己变成一个值得被世界聆听的人。有人问他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是什么，他说投资我自己，让我从一个爱达荷州的农村小子变成一个值得被世界付高价的人。这句话包含了他所有的智慧。他不是说投资某只股票，不是说投资某个房地产，而是投资自己。因为股票会跌，房地产会贬值，但你投资在自己身上的知识、技能、智慧永远不会贬值，只会增值。这7个习惯没有任何一个很炫、很刺激、很快速，但罗恩用他的一生证明，财富从来不是追来的，而是吸引来的。你不是去追逐财富，而是让自己变成一个吸引财富的人。当你有了先付钱给自己的习惯，当你建立了被动收入，当你成为更有价值的人，财富会自然而然地被你吸引过来。你不用一次做7个，从今天开始选一项先做30天，把薪水10%自动扣款，开一个你连提款卡都不拿的账户，让钱自动进去。或者写第1篇财富日志，每天晚上睡前花3分钟写下那3个问题。或者买一本改变你人生观的书，真正花时间读完它，并且实践里面的一个观念。或者删除一个负面朋友，不是要你绝交，
而是减少相处的时间，把省下的时间用来接触更成功的人，或者写下最近一次失败的学费，问问自己这次失败教会了你什么，确保自己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。就选一个，先做30天，当你看到改变，你会自动想要开始第2个习惯，就从今天开始。因为未来的千万富翁正在今天的镜子里看着你，能够让你自由的不是金钱，而是引导你获得金钱的纪律。记住这句话，金钱只是结果，纪律才是原因。当你有了纪律，金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。当你没有纪律，即使给你100万，你也会很快花光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中乐透的人，几年后又回到贫穷，因为他们有金钱，但没有纪律。愿这次谈话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开始。2025年还没结束，只有你决定它在你的故事中将意味着什么。你可以让2025年成为你人生的转捩点，成为你开始走向财富自由的起点，也可以让它跟过去的每一年一样平凡的过去。选择权在你手上，现在该你起身行动了。如果这些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记得关注我，让我们一起在财富自由的道路上持续前行。